光辉战斗机是世界战斗机发展史上非常经典的失败案例，最有名的就是它不断的出事。搞了40几年都不成熟，人家飞机已经好几代出来，还有就是生产速度很慢，它都是杂牌货拼装的。第二个，载弹量跟航程都不足，这么烂的飞机一架要卖到4500到6000万美元。然后呢，听到的负评啊，比听到的正面评论啊，几乎是100比0。所以这个飞机找不到什么优点。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解读是在2026年大陆很重要的一些空中战力它的战机上面的解析。今天会特别来关注，首先是2款的这个战机，包括了在新加坡封王的歼10C 跟歼35A 之外，今天还会特别来关注在骁龙哦，现在在许多的国家销售都非常的产线开到最旺，那非常的受欢迎。那另外就是来关心的是印度它的国产光辉战机，则是43年磨成空啊，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年的新加坡航展等于是一个全球的军工实力的公开对决。今天特别先来看到几款来自于大陆的战机，首先是在81飞行表演队驾驶的歼10C，它直接是在空中，当时拉出了一个高弓角的机动，完成了近乎实战等级的战术动作，让大家非常的惊艳。这是针对歼10C，再来歼35A 也有很好的表现，它站上了 C 位，对外释放大陆的5代半战机成型的一个讯号。再来看到的是骁龙战机，因为它低成本而且高可靠性的风评，让许多的国家跟着抢购。现在根据了解，已经有5个国家都已经下订单了，当中包括了伊拉克、孟加拉、印尼、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利比亚等等的国家都在排队要下订单。再来，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的，除了大陆的战机我们做关注之外，就是印度的光辉战机了。其实从1983年代开始，它已经出现时间超过了43年，但是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去年的时候，杜拜航展上面它坠毁哦，所以它今年的阅兵其实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也发现了它的产线跟不上，供应链跟不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2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呢？歼10C 这一次完成的这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秀的是什么？那我们也关心歼10C 跟歼35A 骁龙它的性能对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军武它的扩大出口外销有实质的帮助吗？好，歼10C 它本来就是一种讲究空中机动的高性能战机啊，它虽然不是最先进，也不是最强大，但是它在于这个低空的1对1的对战之中，其实它是讨得到很多便宜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印巴战争之中，歼10我们能够理解是巴基斯坦的歼10打下了那个法制的标风战机。那这次81飞行表演队在新加坡进行的那个是最难的项目，叫什么？叫6机编队横滚，6架飞机一起编队，然后横着，但是一定有定向角度跟时间的。长机一声令下，跟着一起转，一起滚。最难的是长机要从后面去追这5架，追到最前面，所以他要用最大的半径，然后能够追到最前面去。所以大家就知道6机编队横滚，听起来就大家一起滚就好了嘛？不是，长机要从后面追上去，这5架飞机不能乱，所以你要知道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间隙距离，那个是在训练之中，只要有1架不注意的话，全队就毁了，而且它还会面临很多问题。就是说你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它在密集编队的这6架飞机要编队，是比5机、4机或双机要来的密，就会碰到什么？会碰到尾流的问题。尾流是每一架飞机都会碰到前面那架飞机的尾流。我们在搭客机的时候也会发生，前面那架客机它还没有升空，你就准备要上去的时候，你会被它的尾流影响，严重的话你会坠毁，甚至爬不上去。那战斗机更可怕了，为什么？因为这么接近，它如果尾流去干扰到你的话，有时候轻你会脱离编队，重的话你会坠毁。所以尾流问题还有什么环境因素？什么叫环境因素？因为在新加坡从海上飞过去表演，在海上的话，常常容易遭到阳光的折射，所以81飞行队这次他们是面临很多技术上的困扰，还有什么低空风险，就是什么？你万一，因为老实讲，你要表演就是低空了啦。它一旦出了任何问题的话，你改不出去。飞行员
最常用的就是改不出去就是坠毁一途。所以大家就看到说，这支8E飞行队会让人家觉得说做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歼十它完美的表现了这次的行动。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歼十在这个方面说，其实老实讲一句，大概没有其他飞机能够做得比它更好了。好，这是歼十 C， 我们刚刚特别来做解析它的整体的战力。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骁龙，因为骁龙刚刚讲了嘛，它最近卖得很好，5个国家都下了订单，但是它也有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呢它是中巴联手一起研制的，那现在也出现的问题就是巴基斯坦自己的产线，它根本就是供应链跟不上需求，每年生产不到20架。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会不会来出手帮忙提升它的生产力，也换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筹码？上志哥怎么看？好，骁龙战机当然众所皆知是包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那么协助巴基斯坦建立起了生产线。那么这时间其实是很早哈。那么最早第一架骁龙战机2003年就出现了，那正式在试飞是交机2007年，所以算都已经快20年前的部分的飞机了。那但是在这期间是这样子。虽然都知道是中国合作，但实际上你知道一个战机之后要不断的改良、不断的优化，而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还是巴基斯坦自己为主，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在那个时间点自己已经转向对于歼十战机系列的部分的研究跟改良了，就大家有各自的部分的路线，所以这当中虽然也有一些技术交流，但就生产线本身，北京当然还是有指导，主要是还是后面一些挂弹跟改良当中的一些电子相关系统是有摄入，但生产线本身的部分，其实北京并不见得还有那么多的助力跟主导性。巴基斯坦很骄傲自己的骁龙战机跟自己的生产哈，而且20多年的经验了。要知道，其实骁龙战机主要为什么那么多受欢迎？仅价是9个斗王哈，基本造价就是3000万美金，然后配备好多所有相关的弹药跟电子系统当中，也大概才1亿美金而已哈。所以要知道，同等我们看先前的美国 F-16战机。这些都算是基本款啦，不是都是空对空的部分作战为主。F-16的话，基本款叫1.2亿美金呢，加上去就不知道更多了哈，所以才会受到那么大欢迎，而且它的空防表现各方面都不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来讲，我觉得巴基斯坦的主导性是有的。虽然可能北京的意见，特别是一些电子作战，特别是如果要跟北斗卫星有所谓这种体系化作战当中相关的话，那当然跟北京有关。但是呢，我觉得北京现在对于骁龙当中的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代理销售商吗？就可以展现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继续在科技研发当中展现在国际。但要知道，现在其实中国大陆也在卖自己的武器哦，所以市场上都有为竞争战。所以这里头也不尽然都是押宝在整个巴基斯坦的骁龙战机上，但这种灵活性或对所谓中国大陆武力，包括特别是现在在造空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机的实质能力上中来讲的话，骁龙反倒是另外一个该怎么比喻呢？杨紫吗？不能这样讲，还是很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到亲生的跟杨紫都一样优秀，都两方都可以选择。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它在造自己的一个军事的整体的体系，并且也做了军事武器上面的外销。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来看看印度的战机，同样它也是生产了超过40年的光辉战机。刚刚提到它的2个问题，除了说它在这个航展上面坠毁，杜拜航展上面坠毁之外，还有就是供应链跟不上。再另外2个重点就是它的发动机还是得靠进口的，还有它的这个雷达也是得靠外包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国产战机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吗？这大使怎么解读？其实印度这个光辉战机哈，它最有名的就是它不断的出事，然后呢，不断的出现状况，听到的负评比听到的正面评论几乎是100比0，没有听到它什么正评，全部负评。所以呢，我认为光辉战斗机是世界战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经典的失败案例。那所以呢，这个战机是1983年成立项目，搞到2001年才首飞，然后呢，进入到印度的这个空军的入列是2015年，可是印度空军当初开的定的是200架，到目前交货跟在使用不到40架，所以印度空军应该是光辉战机的这个最捧场的客户。
可是呢，印度空军现在使用的是这个标风跟苏30，他们不愿意用，原因是什么？不管任何原因，告诉你就是不愿意用。不愿意用的原因，我是飞行员，我天天飞一架那个常常会坠毁有坠毁可能机件故障飞机，你不开玩笑吗？我今天我是飞行员的话，我绝对不会为拿我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常常很多自己国家发展出来的战斗机啊，很多国家发展出来，最后都是本国飞行员不愿意飞，才让这个飞机最后就怎么样无疾而终。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对。那这个飞机问题在哪里呢？有7大问题。第一个，发动机到目前依赖进口，它是用美国奇异公司的发电机，发动机它曾经自己想发展失败，现在根本就没有想要自己制造。前一阵子这个美国跟这个印度讲说我可以技术转移，我甚至把机翼帮你生产这个光辉战斗机引擎的那个厂放到印度，印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哇，对美国感恩戴德，就是它一个战斗机心脏是不是自己做？第二个，它的基本上载弹量跟它的这个航程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航程作战半径只有500公里，载弹量只有4吨，太少了。因为这个飞机当时定位的就是属于轻型单发多用途的，它本身的这个只有13.5吨，所以这个飞机现在这个人家讲说，这个飞机是怎么样？就是说还没有到达技术成熟，就已经面临过时，这个尴尬的一架飞机。是你搞了40几年，你都不成熟，可是问题人家飞机已经好几代出来了，你已经过时了，所以这是它一个很尴尬的。第二个，电子系统它都是什么杂牌货，拼装的，整合起来有困难，也是造成它的故障率比较高的原因。还有就是生产速度很慢，1年只能生产16架。还有呢，印度空军不捧场，然后呢，国际竞争力不足，这么烂的飞机一架要卖到4500到6000万美元。对，然后呢，用户反应负面，所以这个飞机找不到什么优点。光辉 Mk1A 这个战斗机呢，在日前的杜拜航展上可以说是丢脸丢大了，因为坠毁了，重创了印度制造的招牌，并且还吓跑了包括亚美尼亚啦、埃及啦、巴西跟菲律宾等等4个潜在买家想要买你武器的这个购买念头，现在拜拜没有了。其中亚美尼亚成为首个公开撤单的国家，不仅让印度损失了12亿美元，还破灭了他们之前想的这个如意算盘，从亚美尼亚当做一个出发点，然后打开军售中亚这条路子，现在感觉是走不通了。所以呢，光辉战机在杜拜失利，我们都知道要做生意呢，好口碑的累积是要1000日的，但是坏口碑的这个砸盘呢，只要一夕之间就完成了。这一场杜拜的坠机事件就印证了这一点。那印度这一次的外销军备闹了一个大笑话，委员觉得他们未来还有救啊？现在这个坠机要看原因啦。它现在被认定的原因是它的飞控系统出了问题。是，那飞控系统出了问题，这个几乎就是飞机的灵魂跟心脏啊。那你飞控系统出了问题，不管谁来开都可能出问题啊。因为这一次光辉战机在杜拜的航空展上面，他们派的出来的飞行员是王牌顶级飞行员。那你如果是亚塞拜然，你敢讲说我平常开飞机的这素质这么高吗？你不敢讲。第二个，因为要去杜拜航展，所以它的维修档次也都比一般平常维修来的高。好了，那你任何国家的维修档次不可能每个都派去表演嘛，所以维修档次平常没有那么高。那第三个，那基建，看起来好像也还好而已哦。但如果被认为是飞控电脑出问题，就你整个飞机的设计本身是有问题，那请问你我还敢买吗？我拿我的飞行员的生命开玩笑啊！没错。而他这一架的为什么会被认定飞控有问题啦？就是如果是人为操作，它在翻转的时候会很顺，可是被认为在镜头上它翻转的时候顿了一下，那顿那一下就表示飞控电脑接不上去，有 bug 出现了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拉下来的时候拉不上去的推力。那这个引擎是美国的引擎，全世界都在用，没有人说它推力不够啊。那表示说，从它操纵系统一直到引擎中间这个电脑的操控又出现 bug 了，所以基本上拉不出来就掉下去了。而且因为太低了，所以驾驶人就逃生不及。那我是亚塞拜然，或者我是这个其他的国家，菲律宾，我还敢买啊？这简直是飞行棺材了嘛！然后他们再一查，这飞控电脑又是的软体啊、设计啊，又是印度人自己写的。对，那本来以为说飞控电脑跟引擎啊都是美国人写的，就发现引擎是美国人的没有错，可是飞控电脑不是，是印度人自己写的。妈妈咪呀，你印度有这种战斗机的行业，你可以写飞控电脑吗？那没有，你找谁写的？就开始追了。原来发包给外面的人写的。那如果你是亚塞拜然国防部长，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 I'm sorry 哈，前面的订单都不算了，因为全部撤回了嘛。那菲律宾为什么搞到这个局面哈？它本来它航空工业就有点主张性质了啊，因为它进步太慢了。像中国大陆刚开始的战斗机的引擎是跟俄罗斯买的，对。那后来开发自己的什么涡扇10啊、涡扇12、15啊，就自己稳定下来的供应链了。像印度不是啊，你就是引擎跟美国买的啊，飞控电脑自己写的，然后那里面的很多的战斗机的这些什么导航设备啊，那些东西雷达有的跟以色列买的，有的跟谁买的，这样拼凑起来的。那人家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的飞机总工程师显然都不行啊，对啊，那我该怎么敢买你的嘞？对啊，所以订单撤掉了是保平安的。是，好，那相较于光辉战机现在陷入整个口碑的危机啊，来看到中巴共同研制的枭龙战机呢，则是另外一个面向。他们在这次的航展上呢，敲定了一笔新的订单。虽然官方没有公布买家是谁，但是腾讯新闻分析最有可能买货的人呢，就是孟加拉跟伊拉克了。无论是哪一方，这笔买卖呢，都会对印度形成压力因为如果是孟加拉买的，那么代表东线将出现可以携带中程空对空导弹的战斗机编队；那如果是伊拉克买的话，那则意味着枭龙在中东、还有南高加索、还有南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更完整的部署带。这都不是印度想要看见的情况，因为会对他们的周边安全布局呢造成长远的影响。赖老师怎么分析这款枭龙战机？它的 CP 值怎么样？还有，如果孟加拉跟伊拉克对于这款战机补足到他们的战力里面，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是孟加拉买的话，孟加拉基本上来讲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顶住过去长期以来印度给他的压力。是因为印度它在南亚它确实是大国，现在又已经是14亿人口的大国了。可是它对于它的周边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不友善的。我们也知道，它跟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这个很紧张，除了有这个历史的因素以外，还有领土上、主权上的矛盾在里面。当然还有宗教信仰在里面，因为印度本身14亿人口中有将近2亿人口是穆斯林，所以这些人是比较倾向于跟孟加拉或者是跟这个巴基斯坦的是比较结合的。所以对印度来说，它对于巴基斯坦的压力一直在，但是巴基斯坦本身也不是一个小国，它是2亿人口的大国，所以巴基斯坦在中国的支持下，它事实上能够顶住这个印度。孟加拉就不一样，孟加拉长期就是被印度欺负你看前任的总理跑到后来逃亡的时候跑到印度，那事实上也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贪腐，涉及到内部的镇压、高压的统治的问题，后来被人民推翻以后，你看他跑到的还是印度，这代表什么？印度的手伸在孟加拉伸得很深。那现在的政府，它基本上来讲是比较对印度它是有意见的。所以如果说他买了这个枭龙战机的话，他当然对印度的空军就会构成了牵制我个人认为，这个对印度来说他不乐见。但是如果孟加拉在这一届的政府看起来是比较坚定的，上一届的政府他基本上其实是一直想往中方这边来移动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能够跟中国成为盟友的话，那他就比较有筹码
跟印度顶，但是问题就在于它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又被印度拉过来，然后最后因为潘朵拉镇压的事件，它被迫下台。好，我觉得印度这个部分里面，除了孟加拉，也除了这个巴基斯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基本上我们也看到，它也慢慢的比它跟中国大陆比它靠近了啊。这个对于印度的整个战略都不处于不利的一个地位。孟加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港口，它可以监视到印度的这个潜舰的出海口。这个对印度来讲，它内心里面一直忐忑不安。如果能够顺利的迈进伊拉克，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能够顺利的迈进伊拉克，一定会让伊朗下定决心。因为伊朗过去就摇摆不定，后来由于没有买中国的这个歼10C，所以使他后来吃了一个大亏。如果他有歼10C，他可能就不会被以色列跟美国打得那么惨了。是。好，大家还记得今年5月的时候，这个印巴空战中啊，歼10完胜飙风战机的这个记录嘛，非常的漂亮，也让这个在国际社会的口碑啊是一炮而红。那现在巴基斯坦空军又要升级了。在今年8月呢，已经首批接收歼35A 战斗机了。要知道，从歼10跳到歼35，这可是2代的升级差距啊！而且印度呢，你还在挑衅。他们的国防部长辛格就公开暗示，巴基斯坦的第3大省信德省呢，因为一些历史、一些宗教的问题啊，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呢，应该要并入到印度啊，回归到印度，因为永远是印度的一部分。又有做这种侵略性的发言，那想必巴基斯坦也会用拳头来捍卫疆土，尤其是在拥有。如果歼35跟歼10联袂出征的话，这个印度的空军看到应该会很害怕。那双方现在空军的比例加入了歼35A，将军觉得要被海放到连车尾灯都看不到。我觉得这种印度跟巴基斯坦这2个国家不思考怎么样能够和平相处然后不断的在挑衅。那武器空战里面，印度已经输了嘛，但是他不肯承认。那现在来讲的话，居然印度的国防部长在信德这个区域来讲的话，发出这么严重的挑衅的言论确实会刺激到巴基斯坦。那信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其实，在1947年之前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是属于英属的这个他们殖民地的地域里面那在这个地域里面，那其中现在巴基斯坦的东南部有一块土地叫做信德，那住在这边的人大部分都是信德的社群的人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原来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大概就是有这个印度教的，也有穆斯林教的。那印度教的人大概属于比较上流的层级阶层，那他们掌控了这个地方的经济还有政治的实力，也有很多大型的企业。可是基层的群众来讲，属于巴基斯坦属于这个穆斯林的群众比较多所以在1938年的时候，这些信奉这个穆斯林的群众来讲，他们开了一个会，就是说他们第一个原来是说要独立的，他们这个信德这个地区要独立的，但是因为没有独立成，所以如果没有独立来讲的话，因为他们都属于穆斯林嘛，所以在1947年分治的时候，整个信德地区的这个地方人就投靠到巴基斯坦的这种国家，所以就变成巴基斯坦的一个省一个地方。那这个地区有多大呢？有20万平方公里，是属于巴基斯坦的第3大省是这么大。那但是关键是说，这个穆斯林他们毕竟属于比较基层的群众，那印度教这个是比较高层的群众啊，他们又彼此来讲又很难相容，所以在信德地区住在这个地区的印度教的信奉印度教的这些比较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就流离失所了，就跑到印度去了。当然，由于这些人掌握了经济上面的实力，也造成信德地区到现在比较贫穷落后。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辛格就认为说是他有机会，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贫穷嘛。那你看看我们印度教的都这个生活的比较优裕啊，比较富裕。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尤其还留在那个地方的印度教的这个群众来讲的话，生活就比较贫困。那就差很多。同样，我们都是这个信奉印度教，为什么过去印度的生活比较好，我留在这边比较差？所以辛格认为说他这有机可乘啊，可以见缝插针。就这边挑拨讲这种挑拨言论，说要将信德这个地区那收回巴基斯坦的领土。
那对巴基斯坦来讲的话，这是何等的这个挑衅哈！我们知道北部来讲的话，克什米尔已经这个未定界已经闹得不可分交了，你现在来讲都已经划成是巴基斯坦领土，你居然要将它领土分割出去，所以巴基斯坦是绝对不会认同的。那尤其是说，现在如果说它有了歼35A 的战机之后，它的战力更强哈。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它连这个歼10C都可以打败印度，那何况是歼35？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巴基斯坦对于捍卫自己的领土跟主权会更有底气。军事消息，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战机杀进美国后院吗？因为骁龙现在抢下了中东金主的大单。另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除了骁龙战机之外，就是歼20了。它现在会采用的是进化的 AI 系统。那西方的军火霸权开始受到冲击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其实2026年才刚开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工已经先点火。今天会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他们一起合作研发的这一款骁龙战机 JF-17骁龙战机，现在已经呢打出了一个外销市场的漂亮成绩单。来自于南华早报最新的披露就是巴基斯坦现在呢目前正在和沙烏地阿拉伯谈了，打算接下来用20亿美元的贷款来换取骁龙战机。除了骁龙战机本身之外，沙国还说他愿意再多付20亿美元来采购相关所需要的装备。到底骁龙的战力有多强？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它配备的是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还有更好的一个涡扇13发动机之外，还有类似歼20所采用的这种飞弹进迫的警告系统等等。交易还没有敲定，但是华府的研究员已经先做了分析。他认为说，如果成功的把骁龙卖给沙烏地阿拉伯，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会是一场大胜利。原因是因为传统上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比较倾向西方的国防客户，所以这一笔交易如果实现，对中国来说真的代表的意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到底为什么中东大金主这时候要突然间转向大陆的 Block 3版的骁龙，战力到底有多强？如果真的买了，这个实质上面的意义，委员又怎么看？对，大家都知道骁龙战机是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的成都飞机集团合作生产出来的哦。那么我们从最近这个中国大陆央视所公布的有关于骁龙战机的这个 Block 3哦，它的这个升级版的一些相关的功能可以看得到，它进入了 Block 3的这个升级版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战力都大幅提升了，包含了它具有这个什么超视近距作战能力的。这个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哦，因为有这样的能力，再配备它的这个所谓的超视距哦，就是超远距离的空对空的导弹的话，它就完全可以做到射后不理了啊。那么这个其实当时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印巴战役的时候，其实骁龙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只是当时的所谓的射后不理，可能是几个整个作战系统的整体的这个协作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的骁龙的 Block 3升级之后，它就可以做得到了哦。那么原因是因为它装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叫做这个新型的叫做有源相控的阵雷达哦，用这样的雷达做到了这样的效果。而且从央视所公布出来的这些资讯就可以看到说，新款的这个骁龙战机哦，它可以倒过来飞哦，低空倒飞12秒，而且非常稳定哦。那么这些东西都代表了说，骁龙战机除了它可以射后不理，它有这个超视距空对空作战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近距离缠斗啊。那么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骁龙的这个战力大幅的提升，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就会提高了嘛。我们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看到的是亚塞拜然，看到的是缅甸，看到的是奈及利亚，都有考虑要采购哦。那特别大家关注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原因，是因为沙国长期以来就是仰仗美国。那么我觉得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这也不意外哦，就是因为他总有一些唇亡齿寒的感觉嘛。他看看中东的这些国家是怎么对美国修理的。美国说要修理就修理了啊，说要飞过你家领空，这个去攻击别人，他就飞过你家领空了。然后呢，所以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虽然这个时刻了哦，他说你说那个 MBS 跟这个川普的关系还不错，但是谁知道以后两个人中间会不会有摩擦呢？所以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来说，他当然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了。我过去仰仗你美国，我所有的军事装备都靠你美国，然后你美国在我底下还有军事基地嘞。那现在看起来，我说美国已经从这个加勒比海的海盗做北海小英雄，马上就要做阿里巴巴40大盗了，就要殺进中东来了。那难道沙烏地阿拉伯不会怕吗？他不会担心哪一天美国看上我的石油怎么办呢？那在这个时刻，我认为他做一些风险分散是一定的嘛。那骁龙的价格合理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可以分散
对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的这个依赖哦，那么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就美国长期以来是用军事装备去绑架他的盟友的。就你听话，我就卖你好武器；你最听话 ，F-35卖你哦，你不够听话的不卖你了。美国就玩这一招啊。所以今天如果中国大陆的军事装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成为大家都希望采购的对象的话，他一样可以用他的军事装备去武装他的盟友，甚至他一样可以用军事装备去结合更多的这个盟友，去交更多的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枭龙卖到给沙烏地阿拉伯的话，沙烏地的目的是要分散自己在地缘政治上面的风险。那其实枭龙还卖到除了中东国家之外的外销订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东南亚的印尼。过去印尼的态度也是一改再改，这个时候又选择要买大陆的枭龙，还有它的攻击型无人机，目前是正在谈判当中。印尼的国防部长跟这个巴基斯坦正在谈，那最高这个交易规模可能会有40架。那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印尼的态度过去一直在改，是因为他之前本来是要买歼10C的大陆的歼10C，那取代掉美国的 F-15跟俄罗斯的苏35，但是后来又反悔，现在又说要买枭龙，到底为什么态度一改再改？那枭龙能不能真的取代，甚至是打败刚刚讲的，不管是 F-15美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苏35老牌强权呢？苑老师又怎么看？我前不久的话呢，到了成飞公园，在这个枭龙飞机前面拍了一张照片啊。今天我都没想到，今天这张照片用上啊，大家可以看到，跟那边在讲的跟我刚刚给干哥看的一模一样。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了成都去的时候，一定要到成飞公园里面去看他们做的飞机，里面可以看到歼20，也可以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啊，那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还可以看到这个枭龙的飞机。那它的模型放在那边的话呢，它表示它技术非常成熟，而且的话呢，我这边强调这个军火工业的买卖问题是非常特殊的啊。那军火工业的话呢，它的买卖它的魔力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军火工业的话呢，它里面的话这个国际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军火工业当中买枪买子弹那个不稀奇，战斗机是特殊中的特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枭龙本身来讲，在这边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用到了 PVD-17，用到了这个歼20的这个雷达的系统，然后用到了这个涡轮13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呢还有他们在强调这个使用的这个飞弹迫近警告系统。那这一些的话呢，都是属于它不断摆在那边，技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进。那刚刚问到问题说，印尼为什么原来想要买歼17？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5月7号，那巴基斯坦的话呢，就把那个法国的飞机干掉好几架，那就是想要买。后来又没有买什么呢？因为各国干预嘛，这个非常敏感的。你买人家的系统，买人家的飞机，你将来的零件靠谁？你将来的军事上的部署靠谁？你要靠谁来训练？你的飞行员在哪里？像巴基斯坦是号称8铁，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个女飞行员的话，她本身就连印度的飞机都没看到，她那个雷达一按，啪，飞弹一出去，她那台霹雳15就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那所以说，目前为止，枭龙的话呢，各式各样的装备往上，而且我觉得大陆本身要发挥这个影响力，在印尼跟在沙特都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底下挖根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枭龙现在在外销上面创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第二个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歼20了，这一架战机，它现在迎来首飞的15周年，并且在它的战力上面，它的战力上面有非常多的升级，一共是2点。一共是3点。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升级的是它的 S 型的进气道，直接可以遮挡住它的发动机的叶片，内部还有这种吸波材料，可以专门吞掉雷达反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它采用全球首创的隐形压式布局，那潜翼在飞行时制造这种脱体的涡流，就像一群小旋风，可以提升它整个机翼的升力。最后是歼20，它接下来还会融合 AI 协助飞行员可以整合这种战场资讯，做到及时判断威胁，而且是越来越能打。华干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升级？好，其实歼20哈，它最近已经推出了歼20S，S 是什么意思？双座战斗机。双座战斗机最大的这个意义是，第一个它可以训练高阶飞行员，第二个是后面的那一位飞行员，他恐怕要做很多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会成为电子作战官，也就是说，驾驶员之外，电子作战由后面的那位飞行员来承担。代表什么？代表技术的突破。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做歼20的态势感知，也就是说，当飞行员坐在座舱里面，以前在2次大战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把座舱拉开，飞行员看看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
其实你做到歼20的座舱里面，你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它就像科幻电影一样，它已经都布满在你的抬头显示幕上面。比如说，东方200公里处有美国驱逐舰1艘，西方有我们的这个盟友啊，巴基斯坦的1队飞机，高度、方位、风向通通有。你飞机还没飞上天，都通通已经有了，这就是歼20。所以为什么这种飞机不能卖？沙烏地阿拉伯本来想买你，我不能卖给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最高阶的态势感知。然后现在呢，又更棒了，为什么？因为你也知道，中国是 AI 大国，对不对？现在把 AI 一股脑的弄进去，为什么会有歼20 S 型？就是因为它的工作，其实坦白讲一句，第2名飞行员可以减少第1名飞行员，他只要努力操控这架飞机就好了。那第2名飞行员就是要负担前面飞行员做不完的工作，他要把它承担起来。所以现在出了歼20 S， 我是认为说那是技术的一大进步。我今天跨出一大步，我不是光是这种空优战机而已，我要处理很多电子资讯。你知道，其实这些我刚才讲的性能，在 F-35上面都看得到，都看得到类似。所以大陆现在急起直追，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已经快要追上了。因为我们不敢讲说可以跟这个就是说那个 F-22或 F-35平起平坐这件事情，我们不下断语。可是它有没有追上去？有，而且最重要的是，歼20有一个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跟标风战机一样的特点，就是它有压翼。压翼是什么？压翼就是在主翼之前面的一对小翼，这一对小翼可以让在进行大机动作对抗的时候，两架飞机，我今天没带飞机来，2架飞机要对抗的时候，你要怎么改出？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今天是在武器上面的军事消息。这回骁龙挂上了霹雳15E，在鹰航展上面出现，震撼了全球。等一下就军武面我们会有更深度的解析哦。那另外歼35这个飞鲨编队也正式的曝光了。那等一下还会看到另外一款武器是来自于印度，它的高超音速导弹能否翻盘中巴之间的这个武器。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大陆跟巴基斯坦联手打造的这一款战机——枭龙战机重装正式的亮相了。今天我们也会来关心到它现在出现的位置，在英国的皇家国际航展上面。重点是它现在上面挂载了哪一些武器，包括了霹雳15E远程导弹、霹雳11的格斗飞弹，重点还有它配上了中国大陆最新的这一款头盔显示器，叫做苍蝇盔哦。这苍蝇盔可以做什么呢？它能够及时投影敌方的方位，然后把这个数据完全的整合在头盔上面。接下来呢，飞行员他只要按下攻击键，目标就会被红外线锁定。目前只有中美有能力独立研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哦。那我们也来稍微盘点一下目前的火力到底如何。刚刚提到的，包括导弹在霹雳15E上面，它是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射程根据了解达到了200公里，是可以压制西方的主力战机的。再来霹雳10，它则是比较近距离的这种空战导弹，适合用在空战格斗，支援离轴锁定。最后看到的是雷达哦 ，KLJ7A 雷达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够同时追踪15个。同时再打6个，这一次的种种骁龙秀出来的装备到底有多大的战力哦？苍蝇盔对飞行员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将军怎么看？我们先讲以前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哈，汤姆·克鲁斯演的这种捍卫战士。那第1集的时候，那是 F-14战机，我们就看到是2个飞行员，因为你知道这个飞行员一个是纯粹在操作飞行员，另外一个是武器官哈。所以射控不是这么简单。那个时候，当然这个科技方面没有那么进步，必须要分工2个人来操作。那现在来讲的话，一款战机通常只有1个飞行员。那1个飞行员他除了要操控战机之外，他要操控武器系统，所以他很多的有关的资讯哦，他就希望能够让飞行员减轻他很多的负担，就整合在整个头盔里面。因为人最明显的几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听觉。第2个是嘴巴讲，那第3个是视觉。当你所有的周边的感知的体系都能够用这3种的人体的这些感官、直觉的感官来做这个指挥或者是做感受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当然是最快最有效率的。
包括这种苍蝇盔，我们讲阿帕奇直升机好了哈，它那个头盔它戴上去之后，这个飞行员眼睛看到哪里，那个炮就指向哪里，它底下内管机炮又指向哪里，所以说你不需要再去这个用手啊或用什么东西来操作这个机炮的操控，你用眼睛就可以看，就可以直接发射哈，所以可以减轻很多飞行员负担。当然这次枭龙战机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点特色必须要跟各位观众做介绍。首先我们讲的，我觉得这次空战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我觉得最大的功能是KLJ-7A 的这款雷达。为什么？它是有源正控相位雷达。那第一个，它看的角度就比较大哈。它这个我们一般假如说战机雷达能够看的方位角，比如说180度哈，它可能可以到将近300度的角度，可以比较广，所以它很快。那第二个，它看的除了说是看天上之外，看平面之外，它也可以直接看地上，可以有这3种功能哦。第三个，它看得比较远。我讲一个具体数据好了 ，KLJ 雷达它看的距离来讲，空的距离来讲，它可以到170公里啊之外，它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讲，如果说是苏凯27这款战机，俄罗斯的这款战机，它的空雷达看的距离是150公里，就比它少20公里。那我们讲 F16好了 ，F16距离是140公里，整整比它少了30公里。那如果这2款战机在空战，我们知道空战就是谁先发现，谁先发射，那就谁先能够获取战胜的是。这个胜利的时机，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雷达它有源正控相位，它可以同时这个锁定这个64个目标，我可以看64个目标，同时发射4枚导弹出去以后，可以同时控制4枚导弹，也就是说它同一个时间，它发射4枚导弹可以同时击落4架敌机。你看这种是在未来空战，这个已经不再是用以前所谓狗斗的这种方式。那第二个我觉得是 PL-15这款这个导弹也是这次作战胜利成功也是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射程高达200公里这是证明它180公里就将标风战机击落。那为什么这个导弹能够射程这么远，还这么精准可以打到？当然第一个当然是有一定有雷达导引的系统。那初期来讲的话，有雷达导引它出去，那这个雷达它要双脉，这种导弹它要双脉冲。第一段它是靠自己发射出去，发射以后，第一段导弹它丢掉以后，它靠第二段导弹来第二段的这个时间点，它是靠惯性导引，它自己没有浮油。它飞到快要到达接近你目标的时候，第二段的这个火药再重新点火，这个速度可以冲到4马赫以上的速度，因为你本来就有惯性，再这样点火来讲，这个靠着飞弹自己本身的导引系统来击落敌机，所以它可以在200公里可以击落敌机。因为你要飞这么远，那你看你火药装量要有多少？所以我觉得归功于这方面了。当然，除了枭龙这次能够获胜之外，除了这个战机跟导弹之外，我觉得预警机也发挥很大的功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中巴在这个枭龙战机上面的合作，其实呢，看在印度的眼里也非常的不是滋味。印度方面他也祭出了他的反制哦，他现在在空军方面拼命的补破网。我们看到印度有哪些最新的动作？首先呢，他在几天前在印巴的边境开始大搞军演，而且把很多款的武器都给放出来。画面上我们看到这3款。标风、幻象2000还有速30全部摆出来。另外，印度还高调的喊话说，我们除了这3款武器摆出来，重点是我们的高超音速飞弹也成功了。这款高超音速飞弹叫做 ETLD-HCN 哦，那他也这边特别解释说，是继美中俄之后第4个国家可以做出来的这一款飞弹。等一下，请张将军带我们看。基本小档案是射程2500公里，飞行速度8马赫，而且可以变轨，也能够挂核弹。真的有这么神吗？另外就是说，印度把标风放到边境去了，真的能够对中巴产生任何的威慑力吗？张将军又怎么解读？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在印度上面把军事当作政治工具的一次演习。那这次演习在5月7号空战，这个印巴空战啊，这个印度吞败。那他这次搞这次演习的话，讲好听一点是血耻演习，因为我血耻，我今天被干掉5架，我这摆政治出来，这些东西都出来，大家敢不敢来挑战？血耻。如果讲难听一点，变成遮羞演习。我输了，我不承认，我现在摆着政治出来，要不然来打。你上次输了，你这次还好意思？
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管是血池演习也好，遮羞演习也好，对印度来说是增加它政治的功能，倒不是军事的功能。我认为在这个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一次，那印度还摆出来，所以这次血池演习还摆出了这个高超音速导弹，被人继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来看，第4个具有高超音速导弹制造的能力。但是它要缺3个短板。第一个，你人造卫星有没有？这个要靠人造卫星来导控2500公里，你2500公里，你那么高超音速到达8倍音速，8倍音速来看的话，每1秒钟就跑2500公尺，是相当快的。你的卫星导控有没有？你现在你要靠美国的 GPS 嘛，还是中国大陆的北斗？中国大陆北斗给不给你？军规的给不给你？不给你，你能够这个导控有用吗？好，你用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印度的惯性导航能力强不强？我认为大有问题，因为惯性导航一个卫星导引嘛，这很清楚的嘛。那是这个。第二个，我认为这是个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象征性，你具有这方面的发射能力，你有这方面的运输能力，还有你有量产能力吗？这个是个问题了。你刚好是打一枚，你就在那边大吹特吹了，那也是为政治而服务。这是象征性的，那就意义不大了。你要实质性，我就有这方面，而且开始布阵，已经初级量产，或者是开始大量量产，那这个表示你印度可以。我认为印度它先放话，为什么？也是为了一个血池。那我表示我有这个能力，你巴基斯坦要小心一点，是这个问题。那最后一个我来看的就是它的精度。高超音速啊，它有很难克服就是精度，因为它速度太快，它导控的话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精度够不够？如果没办法命中你这个非常高价的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结果你因为精度不够，就是我们讲到的，就作战包络线太大，这个精度太差，你这样怎么命中的目标，结果是打到弹落荒郊，你花这个钱有用吗？你看我们看那个印度试射烈火5号也有失败啊，这还打出去还回来了，有时候还差点打到自己，会有这个状况。换句话说，它的精度有问题。我认为这3个问题，印度能不能克服？我们看看，所以它只有象征性，没有实质性。另外，最后一个花少段时间补进来的苍蝇头，苍蝇头啊，最重要是近战的时候啊，它可以离轴发射。飞弹出去的时候，它要走了，它看到我目标在后面啊，我怎么办呢？飞弹是向前飞啊，但是你这个苍蝇头就锁到它，它显现在这个上面。哦，你这个看到，你看到哪里打哪里，你看到这个了，好，你已经看到它了。飞弹在飞机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这个离轴飞弹霹雳10出去。但是他会去打我们这架飞机。离轴发这个头盔啊，台币1000多万。一个就这个头盔而已，所以非常贵的，因为它离轴发要近战的时候，苍蝇头是具有关键性的战胜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个武器哦，最后是这个大陆它也在做的歼35的这个隐形舰载机，是不是也要正式的曝光了呢？尤其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机身哦，现在上面已经发现刻有了中国海军。那在尾翼的部分，则是有飞鲨标志，等于宣告大陆的第5代的这个舰载隐形战机已经正式的上舰成军吗？永明老师怎么解读？那接下来对于整个第一岛链南海会有多大的影响，跟它的战力？这2艘刻有飞鲨的歼35战机，它的官方编号是洞洞11、洞洞12。也就是2艘，那这2架其实应该现在看起来算是比较少量的这种就是批次的试产啊。那可是呢，它已经融入到就是福建舰的这个就是编队里面去。那因此它所代表的意涵就是它加入到中国海军的这个航空母舰的编队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看到它最近有一个影片出来啊，叫做歼35A。那歼35A 是给空军用，歼35是给海军用，这个就不太一样，那就表示说它其实这个第5代的战机啊，其实都已经分别的在海军、空军可以开始服役。在福建舰上面有4种战机，一个是歼35，我们这2艘虎鲨，然后呢还有歼15D、歼15T，歼15T是战斗机，歼15D是电战机。歼15T 其实也算是第一次在航空母舰上，因为之前的山东舰是歼15，那歼15T 它是专门为这个电磁弹射所发展出来，还有一个空警600，所以这4款都已经目前在上一次应该是6月份的时候海试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断的在做测试。我的感觉它大概就是为了93的展示吧，也就是说这个歼35跟其他福建舰还有其他的空警600。歼15D、歼15T，
可能就是我们会看到在93的时候呢，会把它展示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是第5代战机在航空母舰上面的编队成装。